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鹏。我的频道是讲关于中文和中国的生活。如果你感兴趣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，听真实的中文。中国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新词叫做躺平，意思是中国的年轻人选择不再努力的工作，而是维持低欲望的生活，感觉就像被生活压力击倒在地后，不再选择爬起，干脆躺在地上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这种感觉。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躺平呢？主要有下面这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房价太高，1、2线城市的房价动不动就上百万、上千万，年轻人根本买不起。对于一些无法得到父母资助、收入又不高的年轻人来说，就算努力工作几十年，依然买不起。那好吧，反正我也买不起，那我干脆不买了，还不用还房贷，不用因为房贷而降低生活质量，大不了我以后就回老家嘛。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城市里的人，其实他不是出生在城市，他是从其他的地方搬到城市里来的。另外呢，房价高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结婚。中国有新人结婚必须要买婚房的传统，很多女生在找对象的时候都会把有房作为硬性条件，就是说跟我相亲的对象啊，必须要有房我才会考虑和他结婚。那躺平之后的年轻人怎么办呢？我买不起房，我就不结婚了，我就一个人过好了。第二，工作难以得到丰厚的回报。中国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，然后年轻人出来打工的工资都很低，一般如果不是搞金融或者互联网什么的，在2线城市一个月的收入也就4000人民币左右，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，基本剩不下多少钱。工资的增长非常缓慢，物价却上涨了很多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严重的内卷。什么叫内卷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太多人做同一行或者同一职业，导致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但是挣到的钱呢却越来越少。比如我以前所在的互联网行业，以前工资相比其他行业要高一些，但是最近2年做互联网工作的人越来越多，公司觉得反正有这么多人竞争同一个岗位，那我就增加上班的时间，甚至降低你的工资，反正你不做，有的是人来做。这样一来呢，在公司里上班的人就都开始加班，哪怕没有工作也要假装加班，因为你不加班就会被加班的人比下去。但是到了最后，所有的人都加班了，却没有人因此而加工资，大家都比以前工作的时间多，付出的精力多，但是收入却并没有增加，这就是内卷。互联网行业内卷严重的时候，很多公司提出996工作制，意思是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然后每周工作6天。正常是早上9点上班，下午5点或者6点下班，然后每周工作5天。现在呢，互联网公司加班已经成为常态，常态的意思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内卷的原因有很多啊，有的人说是因为竞争激烈，有的人说是因为中国人多，但是我还听到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中国人有非常相似的价值观，意思是在中国社会中有一种主流思想，每次诞生一种主流思想，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赞同这种思想。比如全社会90%的人都认为有钱就是成功，比如大家都觉得上大学就是人生的唯一出路，一旦大家都认同同一件事情，大家就会疯狂的去做同一件事，可能这就是导致内卷严重的根本原因。有人说，那以前中国人的思想也一样，为什么以前感觉不到内卷？其实以前中国人确实也很多，但是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快，每个行业的蛋糕都在不断的变大，每个人分到的其实并没有减少，甚至还在增多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经济发展陷入了瓶颈，增长的速度变慢了，这就导致大家都觉得分到的利益变少了。打个比方，以前这个行业里有10个人，这个行业每年能分100万，那每个人每年就能分10万。假如第2年又有10个人进来这个行业，就有20个人，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在发展，客户变得更多，收益变成了400万，那每个人每年能分20万。行业的人数变多了，每个人的收入却增加了，就感受不到内卷。等到有一天行业进入了瓶颈，客户不再增加，但是进入行业的人却还在增加，这个时候假如行业有100人，收益变成800万，
那每个人就只能拿到8万，比起以前10个人分100万的时候还要少。这个时候就能感受到内卷了，内卷太严重，年轻人挣的钱少，怎么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？很简单，就不买了嘛。降低自己的欲望，买不起我就不买了，我就躺平，对吧？还有比如说结了婚之后生孩子这件事情，以前中国人觉得生孩子是必须的，是人生中必须完成的事情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养孩子会花很多钱，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养孩子，所以干脆就不生了。这样一来，生育率就下降了，社会的老龄化就变得更严重了。总之就是年轻人觉得我反正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现状，那我就不改变了。我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上班也不努力了，该偷懒偷懒，反正我努力工作也不会得到升职，就算升职了也不会加薪，就算加薪了也还是买不起房。这就是躺平。我很好奇在你的国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期视频。我是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